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年欧美天天琢磨着跟中国搞脱钩断链，特别是在稀土、风力发电机这些硬核材料上，西方那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觉都睡不好。这印度在旁边一看，哎呦，我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呀！咱们印度最擅长啥？不就是抄中国的作业吗？于是呢，莫迪大手一挥，不就是造个磁铁吗？中国能搞，我大印度凭啥不行？给我拿钱砸！于是呢，在去年的11月啊，直接掏出728亿卢比，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0多亿，搞了个雄心勃勃的稀土永磁体大跃进计划。这按理说，政府咔咔的往外撒几十亿的真金白银啊，这帮印度老板不得感动的眼泪汪汪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前2天，8月10号，日经亚洲等外媒一报道，直接把印度的老底儿给扒光了。印度那些磁体高管们不但没有笑出声，反而是集体破防，哭爹喊娘啊！这烫手山芋一甩出来，压根儿就没人敢接。原本定好的申请截止时间，硬是被推着拖着，连续延期了3次呀！为啥大家都不买账呢？因为一线的高管们早就看透了啊，直接指着鼻子骂：老仙儿啊，你这哪是搞工业，你这是拍脑门乱来啊！照你这么搞，等5年后补贴一停，咱们这帮企业全得关门大吉。砸了50个小目标，怎么还把自家人逼上了绝路呢？印度这套号称要中国行我也行的稀土大战略，到底奇葩在哪儿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印度这场工业闹剧给大家好好的扒一扒。咱们先来看看老仙儿给这50亿补贴定的奇葩规矩。这笔钱名额卡得很死，最多呢只能给5家企业，而且呢这5家必须搞一体化全链条生产。啥意思呢？就是你这家厂必须从地里面挖出的稀土泥巴开始，自己提炼，自己搞合金，自己烧结，最后亲手捏出个最终的磁体来。更绝的是政府还给你套了个紧箍咒，每家厂1年最高产能不准超过1200吨，5家加起来满打满算6000吨。好家伙，听听这个逻辑真的是太搞笑了。这就好比印度政府觉得市面上的面包太贵了，非要搞个面包自主可控，于是呢就甩出来一把钞票说，来领钱的面包店以后不准去买面粉啦，你必须自己去村里面包地种麦子，自己挑水浇饭，自己推磨盘磨面，最后呢再自己烤面包，而且1年只准卖100个。这叫现代化大工业啊！这不就是直接退化回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了吗？你去看看咱们是怎么玩的啊！印度有一位稀土公司高管去中国实地考察完，回国后直拍大腿，对着记者感慨啊，人家中国那是高度分工啊，把专业做到了极致。在中国挖矿的只管挖，搞湿法提炼的只管提炼，最后交到专业的磁体大厂统一烧结。咱们中国随便拉出一家头部的磁粉大厂，单厂1年的产能就是4万吨。你印度倾全国之力凑了5个全能选手，加起来才6000吨，连人家一个零头都不到啊！由于你强制要求每家小厂必须从头干到尾，每家都得把一整套天价设备全买齐，折旧成本直接飞上天，产能又小得可怜，造出来的东西比中国贵出几倍甚至10几倍。印度企业心里面跟明镜似的靠这种作坊模式造出来的天价磁铁，等5年的补贴期一过，失去政府的输血，在国际市场上连半天都活不下去。那如果说顶层设计是个大坑，那现实落地的第一个大嘴巴子就是没米下锅。这印度人天天在外面吹牛，我们的稀土储量世界第3，咱们脚底下全是宝。对，你地底下确实有矿，但你那个玩意儿叫独居石。这个玩意儿吧，有一个极其要命的特点，里面不仅有稀土还伴随着强放射性的元素土。你想把这堆带辐射的土疙瘩变成能用的材料，需要极其硬核的高纯度分离技术，还得有一整套达到核工业级别的防辐射环保处理体系。你以为挖出来随便洗洗就能用啦？在印度这种连恒河水治理都整不明白的地方，你想处理好强放射性的废渣，稍有不慎就是一场生态灾难。那目前全印度只有1家半死不活的国企能稍微弄点，1年顶破天挤出来500吨氧化物，可你那5个工厂1年至少得吃掉1500吨到1700吨，这1200多吨的巨大窟窿拿啥填呢？印度政府小手一摊，你们自己去缅甸、越南去买呀。
这个时候呢，欧洲的稀土专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出来泼了一盆冷水。别做梦了，三哥，缅甸那边的稀土开采和初加工背后全是中国人的技术和设备在撑着。离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短时间内给你扩出精炼产能。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绕了地球一大圈印度人赫然发现自己后院大门的钥匙依然死死捏在中国人的手里。原料没了，还能去国际上求爷爷告奶奶，但是接下来的设备大坑直接把三个的尊严按在地上疯狂摩擦。造高质量的磁铁，你得有核心设备，真空烧结炉和真空熔炼炉。这玩意儿吧，日本的爱发科公司占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行吧，既然要去中国化，那就去买日本原装进口的货呗。结果呢，印度老板跑去日本一问价，差点当场脑溢血。第一，工期长的离谱因为全球呢都在搞替代，日本本土的产能根本就跟不上，交货得等15个月以上。第二，价格死贵比中国产的设备足足贵了2倍。印度老板扒拉着算本一算，我拿了政府5年的补贴，光等机器交货就得白白浪费1年半，厂房空转，这个补贴还能吃几口那咋办呢？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呀！四处一打听，嘿，还真有个好办法日本爱发科为了降本增效，在中国建了超大型的制造工厂。印企呢，只要低个头去买中国工厂造出来的日本设备，交货只要半年，价格还能砍掉一大半。各位，大家品一品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莫迪老仙儿在台上慷慨激昂掏出了几十亿搞去中国化。台下这帮印度老板拿着政府的补贴，偷偷摸摸的转头就给中国工厂下了单搞了半天，老仙这个补贴最后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流回了中国产料的口袋里。你以为这就完了？更搞笑的魔幻现实主义来了就算你捏着鼻子买了中国工厂的设备，运到了印度，这种高精尖的炉子是你自己能拧螺丝组装的吗？你必须得要原厂的熟练工程师上门来安装、调试、跑数据吧。日本公司派谁去呢？大概率呢是从中国工厂派中国工程师过去。结果呢，大家都知道这2年印度为了恶心咱们把中国工程师的商务签证卡得死死的，根本就不批。这下好了，闭环了。机器在印度仓库里吃灰，懂调试的中国工程师在国内拿着护照干瞪眼，花了几千万买的设备，硬生生变成了大型金属现代艺术展品。这就是印度自己给自己挖的绝世大坑那除了技术和设备老仙儿在分钱的时候还设了一个极其奇葩的门槛想拿这笔补贴，你这家企业的净资产必须达到1.3亿到2.7亿人民币。这招一出直接把印度真正干活的人逼到了绝路。大家想想稀土磁铁是高科技硬核制造业，在印度真正懂行，天天泡在车间里的往往是那些中小型科创公司。那比如呢，印度有一个电机公司的高管叫库马尔，这个哥们儿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频繁的往返中国，扎在工厂里学技术。那后来呢，又跑去跟德国的研究所搞合作。看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跳脚啦！这个印度人怎么能跑到咱们中国待整整9年咱们的技术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让他给偷走了？各位别慌这个事儿呢还真不是大家想的什么商业间谍抄作业人家当年呢是揣着真金白银来的甲方金主，他是来咱们中国采购电机的。印度那个地方夏天多热普通的磁铁放进去没2天就退磁瘫痪了，所以呢他得求着咱们工厂给他做定制开发。那为了拿下订单咱们的技术人员自然得给他跑产线、对接数据，手把手教他怎么用。再说了他当年摸到的无非是下游怎么用磁铁的应用皮毛，真正核心的上游稀土提炼分离配方，咱们压根就没让他摸着。而且呢，最讽刺的是什么？就算他在咱们车间里蹲了9年，把这个技术图纸全背下来了，回到印度他照样也造不出来这个哥们儿可以说是满腔热血拿着全套技术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一看申请文件，当场傻眼了。我就是个搞技术的创业者，你让我上哪儿去搜2-3个亿的净资产？这就是印度政府最奇葩、最恶劣的地方它本质上是一场寡头的资本游戏。那真正懂点技术的人，因为没钱被死死挡在门外。而印度国内那些超级大财团、关系户们哪怕连这个磁铁的分子式都写不明白，却可以凭着雄厚的家底儿，大摇大摆的跑去抢政府的补贴。
这帮财团拿到了钱会怎么干呢？太简单了啊，买几台低端机械装装样子，糊弄出一点劣质产能，靠着政府前5年的高额补贴，美美的混日子。5年的期限一到，补贴一停，人家直接宣布破产，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地生锈的炉子和几本烂账。哎，就这种急死干活的、撑死抢钱的玩法，还想培育出有竞争力的制造者，简直是痴人说梦啊！那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中国的稀土护城河真就这么难跨过去啊？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们之前讲了不少次了。哎，说白了，稀土这个玩意儿啊，全球地里面都有，中国真正无敌的是咱们几十年来攒下来的提炼技术、化工配套，还有庞大的新能源产业链。这就好比啊，你光买了个满汉全席的盘子，就觉得自己能开5星级酒店了。没有顶尖的大厨，没有全套的后厨设备，没有天天光顾的吃货客人，你这个饭店除了亏本破产，没有任何第二种可能。而印度呢，它的电动车产业才刚起步啊，连个能大规模吃下这些高价磁铁的本土市场都没有啊。印度本体车企，比如说塔塔、马恒达，本来在国际上竞争力就弱，要是再被迫用印度造的天价磁铁，那个车价得有多贵啊？老百姓又不是傻子，谁买单啊？你造出来没人买，全靠政府的输血续命，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温室早产儿，怎么跟中国庞大高效的工业巨兽拼啊？印度这场700多亿卢比的稀土大戏啊，其实说白了，不过又是一场自嗨式的大跃进。莫迪老仙儿真以为搞现代工业是在厨房里熬咖喱汤，只要这个政府发点钱，拉几个大财团买几台外国机械，一锅乱炖，就能凭空捏造出一条产业链儿。他完全不懂啊！现代大工业是成规模的分工协作，是数以万计工程师和庞大化工体系熬出来的血汗功夫。中国几十年呕心沥血挖出来的工业护城河，要是能被印度这种5家小作坊外加几十亿的补贴就给填平了，那才是对现代大工业最大的侮辱。5年以后，当这个补贴关闸的那一天，老仙儿这51亿买回来的绝对不是稀土自主啊，大概率只是一堆生锈的机器，几个跑路的财团和几家轰然倒闭的小厂。那最后呢，你们觉得老仙儿这波操作能打几分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